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密货币的量化交易软件第16课，实时信号的一个监控。这里讲的实时信号监控，实际上就是一个刚模式，就是这个模式啊，它就是一个模拟交易的一个操作。那这个操作也比较简单了，你在这里面写好策略以后啊，就是这个 user data 啊，然后这个 stage 里面你写好策略以后，你把它运行起来，然后它会根据市场的行情，然后进行一个模拟的交易，只要符合你策略的这个信号，它就会把这个进行一个买入和卖出的一个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文档里面的内容啊。那首先的话，什么是刚模式？就是模拟交易，使用真实的市场数据，但不进行真实的一个交易啊。那模拟交易它的这个与回测有什么区别啊？回测的话，它用的是历史数据，然后它的这个时间会比较快。那刚模式你有可能你就得放在那跑一整天了。那他们俩都是一个零风险的一个操作啊。就这里不涉及到这个本金的一个损失。那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刚模式的一个验证呢？那就是它的这个策略的这个实时表现，有些数据在历史回测的时候表现比较好，但是在实盘里面就表现比较差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用刚模式来运行一段时间，你可以验证一下这个你的策略是否有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熟悉一下这个实盘环境啊，因为没有在那个实盘操作过，你的有些操作配置如果不熟悉的话，万一配错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本金的一个损失。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刚模式下，然后运行。首先最基础的是先回测你的策略，策略回测验证完以后，用刚模式进行一个验证。验证完以后，再拿小量的资金进行一个呃操作，实盘的一个操作。那比如说，你有一万的本金，你就可以拿100的本金来那个操作一下。这样的话，即使损失也不会有多少的，可能就1%或者是0.0几。这样的话，验证完以后再进行这个真实的一个实盘操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模式它的这个启动啊，其实首先的话要在这边配置一下，把它设置成处啊，那就是这个文件啊。我们在前面课的时候有讲过这个 config 文件啊，这个 config 文件里面的这一行代码要配置成这个处，然后你这里的这个time 这个设置的是1个小时的，你可以调整为5分钟或者是15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成交的这个频率会高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用的是什么币种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讲解怎么配置啊。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里用的是这个币安的这个交易所的。那因为它这里没有实盘，所以这两个不用配。如果有实盘的话，你这两个要配上。然后这里就是你要交易的这个品种啊，这里交易的是比特，还有以太，还有这个币安的这个3个品种。那策略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写上你要的这个策略。那我们这里用的是系统里面自带的这个 Stage 001的这个策略啊。那然后它的这个交易频率是5分钟。然后接着我们往下看一下，那查看策略这个也比较简单啊，直接执行这行代码就可以了。这里把它环境切换成这个Break Trader 的这个，然后再执行，就是你在这个目录下的这个 stage，它都会给你展现出来。那你看我这边编写的大部分都是可以的嘛，所以它就是显示 OK。那有一些不行的，它就会漏的这个错误的。然后这里就适合有一些什么超参数啊，是否支持超参数的这个。那我们来接着看一下，那启动刚模式其实很简单啊，只要一行命令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呢是读取这个文件，然后用这个策略啊，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啊。其实没什么效果，因为它这个会在后台一直跑，然后而且比较无聊的，一直停在这里啊。我们接着往下讲啊，它等会儿一直会提示这个正在运行啊，就是这个 running 的这个，因为你的策略要符合它的这个行情的交易，它才会进行一个交易啊。那如果你不想在这里执行，你想在后台执行的话，那你就直接用那个 no hop 这个命令，然后要看的话就要看日志的话就直接用 Tor 干 F 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打开这个文件看日志也可以。然后这个是查看进程的这个命令啊。那这个是适合这个 Windows 和 Linux，不适合这个 Linux 和这个 Mac，目录下的。Windows 的话，你可能要去看一下那个进程的那个。然后这里的话，推荐如果你是在 Linux 下运行的话，你的这个要建一个服务，然后把这个服务配上以后，直接把它启动就可以了。用这个 daemon 然后 reload 的这种方式给它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启动完以后就可以看到了。然后这里已经打印2条日志了，但是这个目前来说没有成交啊，这个是机器人正在自动运行。那它在终端里面输出的就是这些信息。那这个是它有成交的话，它就会有一个这个订单的信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空的。那这有个 buy，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个查看持仓的话，就是有2种方法，一种是这个 SQLite 的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是 SQLite，这里面一定要有持仓以后，这个命令它才会创建这张表，然后你才可以执行。但是如果你没有持仓的话，你这里这条命令是执行不了的。它这里会提示这个表，找不到这张表 not found 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再开一个窗口。然后切换到这，然后你这里看的话，会提示这个表找不到的这种情况。那这里就是因为没有持仓嘛，所以它这里是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也是空的，因为我们没有成交，所以说它这边找不到这个信息。如果是有成交的话，它会提示这些信息啊。然后这个是统计信息，因为这没有，所以它也找不到。这个命令行就是去读取本地的这个 SQLite 的这个数据库文件，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啊，就是这种文件，SQLite 的这种文件。然后你还可以写一些这个代码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信号质量的一个评估啊。这个等到这里玩熟练以后啊，可以把代码的部分给它加进去，然后它就可以分析啊你的每小时产生多少信号啊。那一根信号都没有的话，那这个策略就属于有点过顶格了，就是要求太高了，就承诺不了。但是如果太频繁的信号的话也不太好，你的这个策略，光交手续费的。那其次就是要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持仓时间，还有这个盈利的一个能力啊。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风险的一个控制啊。那这里就是长时间无信号。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直没有信号的啊。然后还要防止就是这个程序崩溃的，它这后台是个机器人在bot 在后面执行的，要防止这个程序崩溃。然后这节课
内容大概就讲到这啊。然后的话，我们先大概讲一下它整个课程剩余的内容有包括哪些啊？就是那个这里要包括的这个信号的一个就是通知信号吧。如果出现了这个信号以后，你可以在这个 Telegram 里面加上这个，然后它就可以发信息给你。那其次的话就是用这个 Web UI 的这个页面，然后可以实时的一个查看啊。我们等会儿切换到这个 Web UI 的页面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可视化的一个分析工具啊，它可以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统计啊。然后这个就是模拟的这个交易的一个验证，判断一下它的这个验证的相关信息。然后的话就是进入实盘的一个配置啊。你首先你要把这个API 给它配上啊。那这个 PM 这个要求很严格，它要的是这种固定 IP 啊。如果是家庭那种动态的网络的话，正常是除非你做的时候你要把它配上。那如果不配上的话，你正常是交易不了的，它会在 IP 那边给你限制。然后还有就是权限要打开。那首先就是转入转出的，还有一个什么执行交易的那个，这个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你要创建一个 API 的一个 key，然后这样的话才能进行一个交易。然后的话就是实盘前你要做一个这个清单的一个检查，把这些相关的信息给它检查清楚啊。然后的话就是进入这个小资金的验证。刚才说的，比如说你有1万块钱的话，你就最好拿个100块钱来验证就好了。这样的话，你把100块钱再分成20份或者是10份资金，然后进行一个小资金量的一个交易，然后设置好止损。那你甚至可以100块钱，你可以拆成50笔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只是为了验证你的这个程序的正确性啊。所以你拆成多小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它手续费是按百分比来算的啊。所以说它这个你拆的多小，只要符合它的最小交易，那就可以了。那小资金验证完以后，这里就是涉及到这个呃交易的一个监控和一个调整了。啊，那就是交易里面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实盘的一个监控了，然后这个定时的一个检查了，还有就是分析你的这个交易程序。那交易里面的话，你还要涉及到这个实盘下单的一个操作啊。虽然说它这个是自动完成的，但是你稍微要理解一下它的这个原理啊。你首先比如说像这种限价单就是这个limit 的这种，它这个 type 叫 limit 的话，它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假如现在是10块钱，那你想买的话，你十块钱你就可以，它如果是卖一在10块的话，买一在9块9毛9，你想马上成交，你就要用到10块钱。那如果你想等待成交的话，你就是用 limit，就是9块9毛9的这个就是 limit 的这个模式啊。那如果你是想马上成交，我这会儿很着急的成交，你就用这个市价单，这个叫 market 模式。market 模式就是以这种类似于涨停价的那个方式，它的交易原则是出价高的人优先成交。那这样的话就，所以说经常那种大涨或者大跌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一根一根单针突然间拉上去的，实际上就是它触发了一些自动化的交易单子啊。然后把一些止损单给打掉。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出现这种快速的一个拉涨或者快速一个下跌，然后又回归正常，是吧？正常你们应该经常能看到这种情况吧？比如说这走的比较平的，这里走的比较平，不一定是这样啊，简单画一下。比如说正常这样走，走完以后，然后突然间一根这样拉上去，然后这里的话它是会变成一根这样子，会变成一根这种上影线，最后快速成交以后，它会这样一个上影线，然后它就快速回落嘛。那如果在曲线的风格里面就是这样的，这样上去，然后这样下来，它这个地方就是把止损单给打掉了，把止损单打掉，然后有些趋势的这种判断的单子啊，比如说用趋势跟踪的，它这种程序就迅速的会下单，然后把这个拉上去，然后它用的就是市价成交，这样的话快速上去。快速上去以后，然后到这里以后，它又触发了一个有些人做这种网格交易的，或者做这种均值回归的，
它就在这边大量的卖出，卖出以后，这种买盘跟不上以后，它就迅速的这样下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种突然间上去又下来，这种就是没有量承接的。那如果有量承接的，其实一般都是这样子，这样往上走的。然后这个量能也是这样一直往下慢慢往上放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要多去观察，多去实践。那这个就是这个市价单的这个操作了。那止损单里面的话，它有一个就是，一个是叫限价单的一个这个止损，就你限制在多少范围内的。那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止损的相关的一个配置啊，还有这个止盈止损的一个配置啊。那这个配置的参数都在这里啊，主要就是这个 limit 和 market 啊就主要就这两种。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的操作了，这个后面再讲解啊。那这里的话，就是这节课第24单元的这个课比较多啊，它还有涉及到这个实盘的一个止损的一个操作。那止损的类型，比如说固定止损，然后动态止损，还有这个根据动量来止损的，波动率来止损的，这各种各样的都有。这个要实践的时候自己去要研究一下啊。我这课程可能只会点一下，不会讲的太细啊。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合约的一个操作了。如果有做这种杠杆的，杠杆率较大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合约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合约的一个相关配置啊，就逐仓模式和全仓模式啊。那建议的话，每一单最好做隔离啊，用逐仓模式来做。全仓模式的话风险太高啊，尤其是玩那种小币种的时候。那在这里还有就是这个杠杆操作的一些配置啊。那它的这个币安里面，它有一些像合约还有这个杠杆啊，这个都属于这种用杠杆的这种方式来做啊。这种呢，一般它会放大到10倍或者甚至20倍的。那合约这种呢，甚至可以达到100倍以上啊。那这种的话，风险是比较大的啊，有可能100倍的话，你涨一个点基本就可以瞬间被打掉的。然后再扣除它的一个预留的这个空间，你可能只涨零点几个点，做反了以后零点几个点就没了。这个就是杠杆的这个交易的一个部分。然后这里就是风险控制，风险控制很重要啊。这个地方我们前面的课也反复出现过啊。就是最好的话就是单笔的这个交易，把它隔离开，不要出现这种就是一笔交易把全仓的金额都给影响到啊。虽然说你这样去赌的话，如果赢的话是能赢很多，但是输的时候也会输很惨。那把它隔离开以后，你的每一笔交易只会损失你的这个足仓的一个资金，这样的话就风险还是可控的。然后这里就涉及到这个自定义的这个策略开发了。自定义的策略开发，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这边有这个动量策略，比如说 ADX 的这个趋势强度的这个开发，那它这个 ADX 的强度，它这个可以把这个多个条件呃加进来，比如说它的 ADX 的这个加上这个 DI 的这个参数，这个可能比较不好理解，我找个简单一点好理解的啊。这个是这个突破型的跟随策略啊，那找个均值回归的吧，最简单的了。那这个是基于这个布林带的这个均值回归的一个策略啊，这个比较简单啊。这个比如说布林带里面你用设置什么条件，RSI 设置什么条件啊，然后这个均线里面设置一些条件，那这边就可以把它条件加进去。加进去以后，你不一定要全部的加进去，你只要选几个重要的，你全加进去的话，可能是很难成交的啊。然后在这个条件里面，你就可以去判断了，你要哪一个你就自己加，不需要的你把它注释掉。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 AND 的关系啊，就是满足一又满足二又满足三，那就成交。就在这种就是 AND 的一个关系，你也可以用这种或的一个关系，两个条件满足一个的时候也成交也可以。那这个就是策略，制定一个策略的一个开发。然后这个是这个多时间的一个框架策略啊。
这个就是有分这个周期，不同的周期里面，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大周期的这个优先级一定要大于小的周期啊，也就是大周期在上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反向去做空啊。这个情况，你可以在它下跌的时候找到进场点，但是你不要去在它上涨的时候去做空啊。这种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刀口舔血的这种操作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多周期的一个时间概念。然后你选择了一个大周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在小周期里面再选择这个相应的对应的策略。比如说它大周期是一个震荡的，那你在小周期里面你就可以选做这个均值回归的一个操作。那大周期是一个单边上涨或者下跌的，你就可以用这个趋势跟随的策略，然后在小周期里面去寻找这个进场点啊。然后这个是这个高频交易和网格的这个策略啊。高频交易不建议大家在里面玩啊，因为这个高频交易对这个硬件的这个要求有点高啊。如果你的这个服务器还有你的策略不够优秀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啊。那网格策略的话，你可以在风险控制的情况下做一定的这个配置。网格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上下波动的时候，在箱体里面做你可以挣到钱，但是它一旦出现这种单边的行情的时候，这样亏起来就非常非常危险了。然后这里是机器学习的，这个地方涉及的面比较广，可能会拿一两个来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涉及面，比较多啊，知识面也比较多，所以这一节课肯定讲不完了。那最后就是做了一个课程的一个总结。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剩下后半节的课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然后这里讲完以后，我们会在这个图形化界面的地方再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因为有些这个命令行纯命令行，大家看的时候可能稍微会有点费劲啊，有这个图形化界面辅助操作一下会更直观一点。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讲解一下。好，那个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好，谢谢大家。